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人们依然对三大典籍比如说《易》《神农本草经》以及《黄帝内经》抱有疑惑，因为这些在文化上的重大成就都依然无法找到过去开发的过程。或许回到1万年前呢，一颗意外降临地球的陨石呢，能够为这段消失的文明提供一个解释。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远古降落的太湖陨石。那么根据考古分析呢，中华文明在1万年前曾经出现了离奇的文化断层，而3本古老的典籍里呢，似乎就蕴藏着文化消失的秘密。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上古中的《易》《神农本草经》以及《黄帝内经》的内涵。《易》呢，曾经过了连山易、归藏易、阴阳易，最后才演变为了周易。但是在这些演变的过程中呢，其基本的构架呢并没有改变。都是由八卦8乘8呢成为64卦来表现的，而八卦之名呢虽不同，但都是一些状况的代表，是一些符码，可以抽象化为数字符号，代表各种不同的可能。而这种奇妙的数字化逻辑概念呢，却在连山易中就完备了。后来的演化呢，不过是符号由 x 变为了 y， 所以八卦呢只是个抽象的符号而已，其基本概念的含义呢并没有什么进化。所以说易呢一开始就是由二进制提出的八卦，进而导出了64卦，并以此观念呢来象征人事、自然、生理、病理这种可以代表各种事物的概念，是在伏羲的连山易时期呢就已经完备了。而历史或者是传说之中呢，并没有描述如何由阴阳发展出八卦以及64卦的过程。而《神农本草经》呢是中药的经典，其对于中药分类分型的逻辑呢，与《黄帝内经》相呼应。而《神农本草经》一出现呢，就是365味药，分析了药性、药效的理论也是一以贯之，有如一个非常完整的大型的数据库。由后来的《神农本草经》演化至了《本草纲目》的过程，经历了长达近2000年的时间才完成。可以推论出这是一本由原始到完整的《神农本草经》，应该呢至少经过了4、5千年，甚至是万年的累积与整理才能够形成一本完善的典籍。我们只看到了结果，看到了这一本已经整理好的书，却找不到研发的证据也没有整理的原则，更看不到成书的过程。长久以来呢，大家都只敢将它奉为圣经，却常常不知其所以然，也悟不透其中的真意。而《黄帝内经》呢，也不是皇帝所著，也不是源自于皇帝的年代，因为当时呢并没有皇帝的称呼，而是称之为轩辕氏。直到战国时代呢，邹衍之后呢，阴阳五行开始盛行，出现了五色的对应。自此之后呢，轩辕氏才改称为黄帝，代表的是中土之地嘛。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呢，总是引用《黄帝内经》、南经或张仲景的理论。我们不禁的就要问了，在这样的文化之下，中医要怎么发扬光大呢？其实在中华文化中有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总是推崇古人。在历史上呢，只有2个人曾经有挑战古人的企图与做法。一个呢是王莽，他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文明呢，一直是在退步的阶段。对于中医学呢，他曾经规划出一些实验，像是将一些死刑犯皮肤剥开，观察其穴道的位置是否真的有血脉跳动。另外一位呢是清朝的名医王清仁，他透过观察死人的血液集中处的心得因而研究，就开发出了血府逐瘀汤等等一些活血化瘀的名方。在我们传统中直接以病人做临床实验的大系统中由于人命关天参与者自然不敢擅自做主，只好呢遵循师傅或者是追寻古方，将古时候的经典奉为圣旨，不敢违背，更不敢更改。而一些十方派的学者并没有王莽、王清仁的实验的精神，只是在脑中想象，就想开出各种奇方、新方。也难怪呢，经方派的人总是认为呢十方派胆大妄为，诊断的药方呢毫无章法。更深层次的这个意义呢，是文化一直在退步，造成了古文明的憧憬。过去的王莽就认为不如一切回到古制。有了上述的原则呢，我们再回头来看这3本中华文化中最古老的著作，这些文化上重大的成就呢，都无法找到过去开发的过程。而中华文化呢，又有怀古崇尚秘籍而逐渐退化的情形。这就表示远古时期呢，有个文化辉煌的时代，还是呢外星人带来了这些文化呢？在各种传说的史料中搜寻1万年以前的大灾难呢，谈的最多的呢就是大洪水。但是大洪水并不至于消灭所有的考古遗迹或造成天昏地暗长达多年之久。
更不会造成地面上的不平，也就是有个大洞嘛。经过了雨水、河水、沙石填了1000年呢，仍然填不满。由《天问》《淮南子》等书中描述这个大洞却一直是存在的，几千年来呢都在那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洞呢？为何古人却没有记载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中华文明真的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吗？那么前面几项非常先进的知识到底是从哪儿来呢？从另一个事件中似乎能够找到一些思路。在2003年的10月呢，太湖周边的湖泊就开始了排水清淤工程。当地陨石的爱好者王金来和王家超呢，在石湖沉积的淤泥中就发现了一些含铁质的石棍，带孔似炼铁的炉渣，还有一些形状似人的动物和石头。他们怀疑呢是陨石。而太湖的古代呢又被称为震泽，它的成因呢一直都是一个谜。近几年来呢，太湖的陨石冲击坑的假说呢得到不少的关注，但一直呢都难以证实。而南京大学的天文系李明教授就做了一份报告，据他介绍呢，大约在1万年前左右呢，太湖是由一个爆炸威力相当于1000万颗广岛原子弹的陨石撞击而成的。自古孕育吴越的太湖呢，面积有400多个西湖大，可见当时砸下的陨石大小呢，造成灾难的范围呢是非常的大的。当时砸下的陨石应该至少有2公里大小，其威力呢就相当于1000万颗投在广岛的原子弹。计算这个陨石坑的直径呢，约有500公里。所以这些太湖中的小岛，比如三山岛、漫山岛、觉山岛、平台山岛呢，上面都有大量的铁疙瘩以及铁质的管状物的奇石，应该为陨石。而太湖地区呢，在1万年前是否有文化文明现在已经无法探究。但陨石的冲击呢，对于大气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简单计算一下，想象当时的毁灭状态如果500公里直径的大坑气化程度达到100公里，气化的深度会达到100公尺，那么2万立方公里的树木、沙石、人、动物全部都会瞬间气化，充满整个大气。这岂不就是屈原《天问》中第3问与第4问所描写的昏昏暗暗、迷迷蒙蒙吗？而散落各地的陨石碎片呢，又在没有被直接气化的各地区域引起了大火。所以陨石坑的最深处呢，可能已经触及了地下的岩浆，而引起了火山爆发，弥漫大气间的灰尘气体呢，遮天蔽日，造成了气候的大转变，而引发了大雨、酸雨、毒雨，而地形地貌也会改变，引起了大洪水。如果要以一句成语来形容这个区域呢，在陨石击出太湖之后的情形那就是水深火热了。这与女娲补天的背景是否十分的相似呢？在《淮南子》兰敏训、列子汤问以及《山海经》上呢，均有相关的记载。在《天问》中亦有女娲有体，孰至降之一问，表示呢，屈原也看到了《山海经》中有关于女娲的记载。此点呢，与《山海经》可能出自楚人之手是相符的。如果把这些传说与1万年前的陨石砸出太湖的事件连结起来那么真实的上古历史假说就比较鲜活了。这个1万年前掉落的陨石呢，造成了华中、华北地区的天昏地暗、山崩地裂、大火蔓延、洪水泛滥，野兽与人呢皆大量的死亡。而生存下来的伏羲与女娲呢，就成了这个大灾难之后极少数存活者的代表人物。女娲可能是带了一群小孩躲进了高山的洞穴之中，逃过了一劫，并在山洞之中呢生活了一段时间。其中女娲以泥造人的传说呢，可能是在另一个山头上存活者呢看到了女娲带着一群全身是泥的小孩所做下的记录。至于女娲补天呢，有可能是这群孩子呢看到了女娲烧了一些砖头瓦片呢来修补山洞的巨大缺损而存在的记忆。那么在《天问》《淮南子》甚至是《黄帝内经》中都记载了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又该怎么解释呢？线索其实很好找只要拿出地图呢，看一看太湖的位置是不是在华中与华北地区的东南方位。当陨石在东南方位砸出一个500公里直径的大坑之后呢，总要填充个千百年嘛，才能够达到比较稳定的状态。这也难怪上古时候的人呢，总是看着水潦尘埃不断的向东南流走，而始终填不满这个大坑。如此呢，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陨石气化的地球表面的物质呢，是由东南方向产生的，不断的向四方散去。
经过了大风、暴雨啊，各种气候的变迁呢，这些晨雾呢逐渐散去，日月星辰呢也就慢慢的显现了出来。由于晨雾呢是由东南产生的，所以啊西北方的黑雾呢会最先散去嘛，所以日月星辰呢就会从西北方向显现。不明就里的古人呢就还以为是日月星辰都跑到了西北方去了。除了女娲的故事可以以现代的观点呢来诠释以外呢，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啊也可以如此推敲。例如三国时代的徐枕啊所著的《三五历记》中啊有盘古传说，上面就是说啊，天地浑浊如鸡子，盘古生其中，18000岁啊，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中华文明呢在中原地区啊被一颗巨大的陨石砸出了太湖之后呢，就呈现了一片天昏地暗，岂不是天地浑浊啊？不知经过了多少年呢，天地开辟啊，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呢？这种昏暗灰蒙的状态呢，才逐渐退去。陨石事件呢，不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中所叙述的场景吗？将传说神话用不同的角度去解读的话呢，这些线索呢，都会是有趣的发现。10000年前呢，是个非常久远的时代。我们试着从传说的各种文字记录啊，例如《山海经》、陆史、竹书纪年、淮南子等可以找到的文献中去搜寻，即使内容荒诞不经也好呢，但就是找不到盘古开天辟地以前的任何的线索，找不到任何文字的记录。那么留下来的物件呢，线索之一就是地理图志啊，《山海经》所记述的地理的部分了，真实性非常高。以南山经中的一段为例啊，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啊，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呢，如酒而清华。其名曰祝鱼，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骨而黑里，其华似照。其名曰迷骨，佩之不迷，有寿焉。其状如羽而白耳，服行人走，其名曰星星，食之善走。又东300里啊，曰唐庭之山，多燕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又东370里呢，日扭阳之山啊，其阳多赤金，其阴啊多白金。我们就可以发现，除了地理位置的描述啊，直接写出的方位与距离之外呢，各种的动植物啊、风土、重要的产地记录呢，也都十分的详尽，有点像今天的地籍的资料。只是其中记载的动物呢，乍看啊，其形容有如怪兽，总是令人不解，不知是幻想呢，还是真有其兽。因此，《山海经》呢，先史资料可能是图册，后来呢，途经失传呢，就只剩下了文字的描述传世了。而这些地籍资料呢，本来应该是珍藏在官府或者是皇宫之内的资料啊，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典籍的抄本是非常珍贵的，而能够看到的人啊，一定是负责保管和管理资料的人，或者是皇帝的重臣。只要拥有这些珍贵的知识呢，就拥有了许多优势，因为能够知道路径、产物、各地的风土人情等情报嘛。而这些呢，是治理国家时啊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料。也就是说，如果拥有这些资料的人呢，他就能够成为智者，就好像拥有奇能一样，不必亲自到临现场呢，就能够知道当地的样貌以及风土人情。而原版的《山海经》图啊，应该是存放在周天子的图书馆中的，只有皇帝、大官以及图书管理人员呢，才能有机会看到嘛。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将这么宝贵的资料由皇宫中拿出来，又写成了书册，在民间流传呢？之前我们不是讨论过吗？王子朝呢弃周奔楚啊，带走了大量的周天子宫中的文物。后来王子朝被杀呢，这些文物以及保管的书籍的官员呢，都流落了民间。有可能就是这些官员啊，将文物重新整理啊，写成了《山海经》。据说《山海经》成书的时间以及地点呢，都与这个历史事实相符，因此可能性极大。当然，在后来的岁月中呢，想必又经过很多人多次的加工啊，才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山海经》。而线索二是上古医术啊，根据前面的说明呢，可以理解为《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啊，其实是在西汉时期，在阴阳五行理论啊已经盛行之后。且自西汉以后呢，中医的发展啊，似乎局限在了注解《黄帝内经》，没有其他太大的突破，反而视野变得越来越窄，格局越来越小。反观《黄帝内经》成书之前的一些中医相关记载呢，无论是案例或者是学说啊，均活泼而且丰富嘛。在历史文献之中呢，真正有具体行医实时的应推春秋时代的扁鹊了。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呢，详细就记录了扁鹊获得了特异功能的故事，以及呢他周游各国呢诊病的一些过程。
文中一开始呢就提到扁鹊与长桑君的姻缘，由于获得了长桑君所传授的秘方呢，扁鹊呢因而获得了透视功能，得以看见了人体内部。在扁鹊仓公时期呢，脉学呢开始推广，而且与经络学说呢结合一致。扁鹊目前较为大家接受的存在时期呢，约为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465年，而仓公则晚了100多年。这两位大名医的活跃时期呢，都比《黄帝内经》在西汉时期成书早了200至300年。有趣的是，扁鹊的师傅呢是长桑君，而长桑君又是向谁学的医术呢？而仓公的师傅呢，又不是扁鹊或者是扁鹊的徒弟，而是公孙光与功臣杨庆。那么功臣杨庆的师傅又会是谁呢？功臣杨庆所教的与长桑君所教的是同样的医术吗？这些医学知识一再被传授，到底源头是谁呢？到底是谁发明的呢？依据上述的史料记载呢，扁鹊与仓公本来医术平平，经过了师傅传授的药方与诊法之后呢，才突然成为神医。这与今日的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偶然获得了武林秘籍或者是真人的传授呢，突然之间武功大进如出一辙。由扁鹊和仓公的师承来看呢，当时的民间流传的医术并不是只有一条线单传，也不是广为流行。我们在张仲景的《伤寒论》的序文中可以看到呢，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功臣杨庆及仓公，下此以往呢，谓之文也。所以张仲景提出了这些史上有名的医生呢，认为仓公以下就没有著名的医生了。但是史载呢，仓公至少传了3个徒弟，有宋义、唐安、杜信等人。显然这些人并未成为有名的医生而没有被张仲景看在眼里，记录在书里。可见即使得了真传呢，悟性不够还是无法成为名医的。由此看来，中华医术所有的历史上的记载多为名医，而这些名医的成就呢，一是传承了师傅的学问和技术，二是加上了自己的领悟才得以成功。那记录中并未载明谁发明了什么技术，提出了什么学说。如果我们沿着张仲景的指示，似乎神农、黄帝、岐伯就是中医之始祖，而《黄帝内经》的精华的内容就是黄帝问岐伯答，似乎呢表示岐伯呢是黄帝的师傅，而岐伯的师傅呢是广成子、赤松子、终南子。在历史中呢找不到岐伯的其他资料和行医的事迹，因此很难断定呢这个岐伯是否真的有其人，或只是用来引出书中的内容的引子而已吗？但有另一个名字叫渔夫，也是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被提到的。关于这位名医呢，至少有3个重点：一是以汤药形式治病行医之久；二是在上古时期呢，脉科也非常发达；三是在经络上用针然艾灸拨的手法呢，由曲成直，以定经络，依照经络理论来治病，源自上古时期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完整的体系了。而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结绳记事的记录方式呢，或许可以提供我们分析古文化带来的来龙去脉。而结绳记事呢，是一种古老而又神秘的编码。这些宝贵的考古证据呢，正在那里呢，静静等待着有机缘之人来解答。那让我们下期再见吧。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